最近荷兰有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迷失的地方。对接下来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，非常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，说说你们的想法。过去我们总以为只要受过高等教育，就理所当然可以成为高薪阶层，但这份报道完全打脸了这个说法，因为实际上在荷兰受过高等教育并不等于能拿到高薪哦。这也是我们常在面试大学毕业生时看到的现状。当他们对薪水提出要求时，往往都出乎我们的想象。难道现在的世道变了吗？你们说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，从 MBO 学院，也就是职业学院的技术、护理、运输专业的毕业生，在毕业1年半后的时薪要高出于许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。这就表示了，在荷兰，即便你受过高等教育，也不意味着你的薪水就会更高哦。在你现在住的国家现状也是如此吗？在荷兰确实如此，因为我自己就看过好多的真实案例。在我们的企业里就有很多大学生，甚至硕士毕业生，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，但他们的薪水却不如他们的预期哦。该报告显示，从 MBO 工程工艺专业毕业的学生，在毕业1年半后的总时薪为 20.9 欧元，而毕业于护理、运输和航运专业的学生，他们的收入也接近这个数字。但近年来 HBO 也就是荷兰应用科技大学，这所院校的毕业生平均时薪为每小时16欧元。就连 Tilburg 大学劳动力市场教授 Don Withagen 表示，这是一种对 MBO 学院的解放，因为人们一直都相信受教育程度越高，挣到的钱也就越多，但现在劳动力市场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答案。那究竟学历还是不是那么的重要呢？没有上大学，没有专业文凭，是不是还像以往那样无法找到出路，无法往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发展呢？这时的你又该听谁的呢？对于有一些职业来说，的确你需要专业的文凭才能踏入相关的行业。如果你问医生、律师、药剂师，他们会告诉你读书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医生，的确你是需要上大学，考取一个专业文凭来证明你对生物学的了解，知道怎样给病人诊断疾病并对症下药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律师，你就必须拥有法律文凭和相关的执照来证明你懂得当地的法律，知道法庭上的每一个流程，在法律上为你的客户做出最有力的抗辩。但这些需要认证的行业其实只占了市场上的 10%， 而剩下的 90% 又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管理、商业咨询、平面设计、大众传媒、运营、市场行销、网络行销等等等等，就是一切和商业活动相关的领域。当你上大学或院校就读这些行业相关的科系时，你就不难发现你所学到的都是一些基本的商业知识，而这些知识都可以在 ChatGPT、Google、YouTube 里搜索到。所以考取这些相关的文凭并不能证明你的能力，顶多让你获得面试机会的入门券，这还不算是入业就职哦。我举个例子，现在有2个人 A 和 B 一起到一家外企面试行销主任的职位。A 没有任何文凭认证，但拥有3年的销售经验，曾经还是一家公司的顶尖业务员，平均每个月都是公司的销售第一，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客户名单。而 B 则是刚从大学毕业，拥有一张 MBA 工商管理硕士文凭，但没有任何相关的工作经验。MBA 文凭就是 B 唯一的能力证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认为谁更有机会被录取呢？我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你，这家外企一定会选择 A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论是从市场还是商业的角度来看，老板看的是你有什么能力，而 A 的这些经验和成就就是他能力最好的证明。他们的说服力远远大过那张无法证明自己能力的文凭。
事实上，在商业的世界里，大家在乎的是你的能力，而不是你的学历。李嘉诚说过，文凭不过是一张车票，硕士是高铁，大学是自强号，专科是普通车，高中是站票，到站后都下车找工作，才发现老板并不关心你是怎么来的，只关心你会做些什么。同样的，即便你没有机会上大学或学院，你现在还是可以开始累积经验和成就，赚取这张车票。过去的经验和成就就等于你能力的证明。就像李宗盛说的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你并不需要一张企业管理文凭才能成为企业家，你也不需要一张摄影文凭才能证明你会摄影，你更不需要一张行销文凭来证明你是顶尖的业务员。你想成为怎样的人，在于你何时愿意踏出第一步，愿意投资多少时间去学习。这些经验的累积都是你证明你会做什么的开始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点赞和分享，谢谢。如果你问小云学历到底重不重要，我会告诉你，这就见仁见智了。如果你问鸟，鸟会说天好；如果你问鱼，鱼会说还好。有一些职业的确需要特定的文凭和执照才能入行，但也有绝大部分的工作是以经验和成就来证明你是否有能力胜任。所以选择提问的对象就等于选择了答案。至于你能飞还是能游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我个人认为，上大学的目的是希望透过不同的环境学习多样性、包容性和不同的观点。你看，这里的重点在于学习，而不是那一纸文凭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发现，大多数人上大学并不是因为他对某个科系特别感兴趣，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还不知道要做些什么，能做些什么，所以就听从一般的社会要求，就是我现在高中毕业了，我应该要上大学了，然后就听从父母的建议，或者是选择一门符合当时成绩的专业就读。在这个课题上并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不过在你做选择的时候，你要清楚知道你接下来所要面对的难题和挑战，因为你所读的专业并不一定是你将从事的行业。总体来说，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在于学历，而在于态度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于荷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成本，你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。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